70公里时速，在平稳柏油路上奔驰，比起在黄土路上颠簸，舒适度瞬间升级。这是南苏丹最大，也是连通南北地区唯一国道，而它中国建造。中国企业在南苏丹承包了相当多的建设，像这条柏油道路就是由山东高速公路承包。另外像是饭店、银行、企业大楼，很多也都是由中国企业所建造，可以感受到中资在这里的存在感。全长392公里的道路，只有一小部分路段通车。为了支付这国家最大级交通建设计划，产石油的南苏丹每天供应3万桶，占17%日产量的原油给中国。一物一物，原油换基础建设。而这条公路也是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政策重要夸饰，因为它是全非洲第一条全部采用中国道路标准盖的高速公路。“一带一路”号召，南苏丹成了不少中国企业淘金宝地，一块块中文招牌矗立街头。即便南苏丹长期动乱，仍有上百家公司在此做生意，包括这间全南苏丹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饭店。几乎这边的高楼都是中国公司建的，这个是石油部大楼，这是中号，也是中国人建的。那边那金字塔和那叫什么丽笙酒店，那也是中国人建的。还有这边有一 UAP 大楼，就是保险公司那个，也是中水电建的，都是中国人建的。59岁的李广华是饭店老板，也是中国商会会长。他出生北京，早在2006年南苏丹独立前就漂洋过海做生意，是南苏丹中国商人始祖。这个房是我刚来的时候盖的第一栋的板，全是板房，这16年了都。就这间现在还保留在这间办公室。现在你们看这都是板嘛，很薄的，好吧？这边很薄的墙，不是砖墙。墙薄没水泥，是因为饭店火速施工，3个多月就盖好。2006年，李广华听到南北苏丹结束20年内战，签署了和平协议，立刻备妥47箱货柜建材，带了一票人飞来南苏丹盖饭店。即便当时这里没路、没水、没电，什么都没有，依旧无损李广华在此发展的决心。它的潜力在什么呀？因为这国家是属于什么潜力？就什么都没有，就因为它没有，它才有这方面的机会。投资机会和这个干工程的机会，所以现在我这酒店属于五脏俱全，全靠我自己弄的，就是一小社会，从打井、引水、发电，最后到污水处理，全都是自己弄。你看盖这么多房，就和那肯尼亚的包工头，我们俩合作了15年了，所有的建筑啊都是他建的，都是我画的图，我们俩弄的。怎么沟通？我们俩就靠连比划，再简单的语言就沟通了。一句英文都不会讲，就凭一股冲劲，李广华饭店一栋接一栋，一连盖了6栋楼。初期没有竞争对手，房价甚至一晚卖到200美金，让他月入几十万美元。现在6栋，你看6啊，这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正好阿拉伯数字，从天空看是一6字。而且你看这条道是不是也是劈开了，是中国的一8字吗？而且我这个石头也是8.8米乘3.8米。全和法有关系。尽管16年后竞争对手多了，房价不如以往，但来此地发展的中国人也跟着增多。李广华依旧稳收固定客群，这里500间房，6、7成住的就都是中国石油公司员工。原来我这个简称是叫北京饭店，后来就成了中国人大院了，几乎都是华人，全在这院里集中。你进这屋里，进这院里边，没有在非洲的感觉吧？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饭店、制造业、餐饮、物流，国有加民营，中国企业自成一区，充分显示进军非洲的野心跟魄力。然而，南苏丹政局长期动荡，外国人在此做生意得承担一定风险。这就是我们那个防弹棚，因为这边战争打了好几次，所以呢，人在里边住着，你还得有这方面的安全保证嘛。走进这座地下碉堡，3公尺深地底配备空调、座椅，可容纳上百人避难。另外一区则摆放水箱、水管，供应饮水。这系统很大的，可是真正打起仗来，这点水够这些人吃1个月。之所以未雨绸缪，大动作打造地底避难设施，是因为李广华真的经历过生死交关瞬间。那3天反正很紧张，第一次战争我没经历过嘛，那时候全是坦克在这马路上跑。
那是13年12月15号，然后第二次战争呢是16年7月8号，就是子弹在天上就飞呀，也打2、3天。当时许多外国企业纷纷撤离，李广华心里虽也害怕，却硬是咬牙留下。产业在那你回不去，还得看好。你现在又打仗了，你能跑吗？咱们这么大家业，你给它扔了，那不可能，是吧？没办法，就只能这么坚守。产业在哪，人就在哪。历经大风大浪，迈入耳顺之年，李广华仍没要退休，事业更上一层楼。因为他看好2次内战后，南苏丹已经进入和平稳定期，经济将加速发展。我搞这么大投资，不就看好你了？这就叫风投嘛，是吧？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你不冒风险，你也得不了大的回报。你找一好的、比较稳定的，你就养老得了，就干不了这么大事。我说对不对？一路走来，李广华总是逆向思考，哪里路看似险峻，就往哪里冲。逆风投资学确实胆大，却让他雄踞一方，成为南苏丹第1中国商人。